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位在旺角站以及佐敦站周围的景点。这次我们搭乘港铁过去，走个几分钟就会到达。第一站我们会先去金华冰厅，搭港铁到旺角站之后走4分钟就会到了。金华冰厅有据说是香港第一好吃的得奖菠萝油，它的鲜油菠萝油是用荷兰的猪油跟 A 级面粉，还有欧洲进口的鸡蛋啊，还有黑白蛋奶做的酥皮。外皮非常的酥脆，中间再夹进一片厚厚的安佳鲜奶油，外酥内软，外热内冰，吃起来的口味会有不同的变化。旺角这边有3个主要的知名街道，分别是叫旺角花园街、通菜街以及女人街，这边连在一起可以一直逛下去。首先前往旺角花园街，花园街这边北至街界街，南至登打士街，跟通菜街还有洗衣街等等的街道平行。然后在这中间有一间店铺叫做奇趣饼家，它是专卖传统的广东糖饼，只有这一家店没有做分店，坚持手工现做，所以当天就是售完为止。旺角还没被开发的时候，这边一片都是农田，离海比较远的地方，田地湿度就会比较低，就种了一些价格比较高的一些花卉。香港人也多称种花的地方叫做花园，因此就有这个花园街等等的地名。接着我们回头去逛另外一边。这边的服饰就都很便宜，从10块港币啊到40块港币都有，还有一些其他的生活物品也都很便宜。其中位于亚皆老街以南的一段花园街就被称为叫做波鞋街，这整条街约150米长，有50多间以贩售球鞋为主的店铺，可以在这边找到各种绝版啊还是限量版的球鞋。旺角道到太子道西一段则为排档区，这边就是卖一些成衣啊、蔬菜和水果等等，价格都很实惠。这边就像一个小型的菜市场，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杂货，所以这边贩售的商品可能看起来不太吸引人，但来到这边一定要来这边逛一下，可以感受到最道地的香港排档，也是香港的一大特色。我们前面左转，再左转会过来到通菜街。大约在东汉时期，通菜街一带就已经有居住一些居民。在1924年，旺角芒角村拓展道路，由于这条道路的位置本来就是种植通菜的水田，所以就被取名叫做通菜街。然后在另外一段就会叫金鱼街，因为那边的店铺主要贩售金鱼啊，还有动物为主。然后金鱼都是被装在那个塑胶袋里面打氧气，然后一包一包的挂在街边贩卖。这样的贩售方式虽然看起来有点壮观，但其实仔细一看，有很多金鱼都已经奄奄一息了，甚至有一些早就翻肚了，但他们也没有发现。另外就有很多水族行可以买到养鱼的饲料跟设备等等。接下来我们来到女人街，这边是通菜街的后半段。在1970年代的时候，香港有很多小贩于路边无牌经营，也为当地的居民带来一些不便啊，甚至可能很危险。所以政府为了将他们规划一点，在1975年的时候，九龙的20个地点推行了小贩认可区计划。亚皆老街到山东街的一段通菜街，就是第一个获准成立的小贩认可区，后来又延长到一个登打士街。因为街道早期的摊贩所贩售的物品大多以女性的服饰跟女性用品为主，所以这边就叫做女人街。然后现在的女人街已经成为香港人还有外地游客的购物热点。卖
卖的东西已经不是只有女性用品，现在非常的多元，有各种的家居用品啊，男女服装、化妆品、包包、手表、装饰品跟玩具等等。然后因为这边的价格都蛮优惠的，非常便宜，就吸引了大量的人士啊和游客到这边购物。但据说在这边的摊贩会习惯把价格往上抬高一点，所以如果要购买的话，记得先好好杀价一下再购买。这里一般从中午营业到晚上大概11点左右，到了下午或周末的时间，就是人潮也比较多的时候，会让原本比较不宽的街道就变得比较拥挤一些。所以如果你想要好好逛女人街的话，建议避开下午或是挑你平日的时间去逛。然后在女人街周围附近也有不少的熟食店跟餐厅。这边附近最有名的就是北姐小食。这间曾经登上米其林街头小吃，主打各式的冰镇卤味，再淋上一点呛辣的黄芥末特调酱汁。然后因为品项蛮多的，不知道如果要点什么的话，可以点他们黄牌套餐，就是墨鱼跟细生肠，还有生鸡肾。在这附近还有一间叫做三不卖，卖的是由葛菜、蜜枣、罗汉果等等包10个多小时而成的野格菜水。据说这个的效果就有化痰啊、解暑散热等等的功效。接下来我们坐港铁2站到佐敦站，第一站来到的是麦文记面家，这一间是连续5年获得米其林推荐的名店，菜单都是以面食为主，其中首创的是全虾云吞，里面有一整只的虾。再来就走到隔壁的澳洲牛奶公司，最早是卖牛奶起家的。来到你这里的话，你一定要吃他们家的滑蛋跟炖奶。滑蛋是加了奶油的炒蛋，吃起来很滑嫩，蛋白炖鲜奶有热的跟冰的可以选择，吃起来滑滑的，有一些奶香，口感非常独特。然后我们就一路走到庙街夜市，庙街的位置比较靠近油麻地，连接文明里跟科氏电道。庙街牌坊的造价高达300万港币，在2010年的时候，节目牌坊位于庙街跟佐敦道的交界，这个高有10.5公尺，宽有8.9公尺，是第1座香港的地标牌坊。这里就是以贩售平价货的夜市闻名，也被誉为香港的平民夜总会。因为庙街的性质跟旺角的女人街非常相似，所以来这边的人就是以男性为主，所以也会被叫做男人街。庙街有一些年轻人口中俗称老庙，曾经有不少的电影啊跟电视剧在这边取景。每天这边从傍晚6、7点左右，就会有一些庙街的路边排档就会开始陆续营业。排档贩售主要的物品非常多元，有男性服饰、手工艺品、茶具、玉器、古董跟廉价电子产品等等的都有。而且因为是观光客的关系，所以很多商品的标价都会比外面还要高，但还是很值得去走走逛逛，蛮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庙街里面也有不少香港本土的特色小食，包括了海鲜煲仔饭啊、各类面食等等。然后因为价格便宜又好吃，非常受居民跟外地游客的欢迎。最后可以再到附近的家家甜品，主打的就像是芝麻糊、番薯糖水、杏仁露，还有红豆沙之类的传统港式甜点。今天就到这边啦，提到的店家资讯都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哦，我们下集见。最后记得订阅、按赞、分享、留言、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